没错，我和周深同居了，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。我踏入房门，想象着以后要和自己的偶像开始同居生活，我的心脏就狂跳不止。房间很整齐，空气中还弥漫着淡淡的薄荷香。我站在门口，手足无措，不知道要干什么。家里安静的出奇，一呼一吸之间，心脏的跳动声填满了我整个耳朵，咚咚咚咚叮。我被吓了一跳，拿起手机一看，是周深给我的发信息。怎么样，到家了没？家里是不是超整齐？我看着这条信息，想象着他的语气，笑了出来，心中的不安与紧张也渐渐褪去。我到家了，家里超整齐哦。我打出这几个字后，又笑出声来。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发信息也开始用这么多感叹号了呢。嘿嘿，那就好，我要去工作了，再见。去吧去吧，等你回来。我坐在沙发上，脸上笑容满面，一股股甜蜜与幸福感在心中翻涌。我想象着以后一起生活的情景，终于忍不住了。我拿起一个抱枕，倒在沙发上，怎么办？好开心啊！我的双脚也没有闲着，疯狂踩着沙发。不行不行，要冷静。我坐了起来，长舒一口气，看了看沙发，简直是惨不忍睹。我立马起来，收拾好了沙发，去了卫生间，发现自己满脸通红，简直不能见人了。我迅速接了凉水，拍了拍脸，才勉强压下满脸春色。我走出卫生间，看了一眼时间，18点46分了。他跟我说19点左右结束工作，这意味着我马上就可以见到他了。想到这，我的心脏又开始狂跳，咚咚咚咚，我恼羞成怒，按着自己的心脏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都1年多了，一想到他心脏还是跳这么快，我知道这没有用，于是转身走向厨房，准备给他做一份丰盛的晚餐。我打开冰箱，愣在原地，因为冰箱里竟然只有土豆和鸡蛋，我那丰盛晚餐的梦想破灭了。我叹了一口气，拿出土豆，清洗、削皮、切丝，一切东西准备就绪。我向锅中倒油，放入葱姜蒜，它们相遇的一瞬间，噼里啪啦的声音充斥在整个房间，给这个安静的家中染上一层烟火气息。我把土豆丝倒入锅中，开始翻炒。突然，一双手慢慢环绕着我的腰，他的下巴也抵在我的肩膀上，身上那股只属于他的淡淡清香也充斥在我的周围。我还是被吓了一跳，哈哈哈！他看到我的反应后，轻笑出声来，不好意思，吓到你了。他那如清泉一样干净的，带着笑意声音落在我的耳边，好像还有他的呼吸，他的一呼一吸都轻轻地掠过我的耳边。我好不容易平复下来的心脏再次狂跳，耳朵和脸颊也渐渐发热，一时间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。土豆丝再不炒就要糊了哦，他温柔的声音再次传来，里面还夹杂着几分戏谑。我猛地回过神来，我知道。我立刻抓住锅铲开始翻炒，同时努力掩饰自己颤抖的声音，不想被他发现自己因为他的几句话就红了脸。好好好，你知道。他似乎有些无奈，但声音又带着几分笑意。我自然听了出来，心中恼羞成怒，不自觉的就转过身跺着脚。哎呀，你烦人！撒娇的语气也不自觉流露出来。他看着我的眼睛，没有说话，周围只有油滴迸溅的滋啦滋啦声。他的手依旧环绕着我的腰，我们的距离也不过15厘米左右。他的呼吸喷洒在我的脸上，我只觉得我的脸再次发烫。我刚想打破这个尴尬气氛，他突然靠了过来，在我耳边说：“你的脸好红啊！”还有，以后这种撒娇的语气只能对我说。说完后，他轻轻笑了一下，离开我的耳边。好了，不打扰你做饭了，辛苦你了。他看着我的眼睛，唇边留有一抹浅笑。我的心跳漏了一拍，直直地看着他，脸颊热的已经可以煎鸡蛋了，脑中无数甜蜜因子在分泌。再爆炸，再不炒菜的话，真的要糊了哦。他看我一直没有反应，无奈地说：“哎呀，知道了，你快点走吧，老是打扰我做饭。”我再次扬怒，一边说一边转过身去，打开锅盖，发现真的有点糊了。呵呵，一阵笑声传来，即使他极力掩饰，但我还是听到了。那我走了哦，别想我。
他说完这句话后，转身离开了厨房。我在心中默念，真的是个妖怪，无时无刻不在撩人。在我的努力下，这盘土豆丝总算是被我抢救回来了。我盛好饭菜，申宝儿，吃饭了。好的，宝贝，我马上来。他在客厅回应道，保你个头。说完后，我偷偷笑了起来，笑得很开心嘛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他已经站到了我旁边。啊，没有，我不笑了。快点吃饭吧！我立马收敛了笑容，拉开椅子坐了下来。味道不错，没想到你厨艺这么好。周深尝了一口，点了点头，但是也不看看我是谁。我笑了起来，得意洋洋地指着自己，是我宝贝。他突然接上，笑着看着我，我能感觉到我的脸又红了。吃完饭后，我开始刷锅，周深靠在门框旁边，静静地看着我。我被他看得有点不好意思，说：“哎呀，我现在在刷锅，马上就好，你可以先去忙你的。”不要，我在看我的宝贝呢，我的宝贝这么辛苦，我当然要陪在他旁边了。他缓缓地说出这句话，话中带着一丝笑意。周深，一天天的，你个油嘴滑舌的臭男人。虽然我表面上这么说，但我的心里已经开心的要爆炸了。在油嘴滑舌，还不是只对你，怎么了？你不喜欢？他的尾音上挑，带着一丝丝的戏谑。我一时间不知道如何作答，却又勾起了嘴角，只觉得自己幸福的马上就要飘起来了。刷完锅后，我看了一眼时间，现在才19:43，还早着呢。我对周深说：“宝贝，我现在要去完成客户的订单，你也去忙吧。”那好吧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他看着我说：“你也是哦。”我走进了卧室，他走进了书房，我们都开始了自己的工作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完成了自己的工作。就在我出来喝水的途中，路过了他的书房。书房里的周深正在打电话，他语速适中，不紧不慢，却又透露出来一种威压，让人情不自禁地跟随着他的思绪走。认真工作的男人果然最帅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泛起了花痴。同时，我也在门口静静地站着，听他打20分钟左右的电话。他挂断电话后，抬起头看见了我，他向我走来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的心跳又开始加速，感觉他哪里有点不一样了呢。他来到我身边，看着我说：“工作完成了。”我点了点头，回答说：“是的，完成了。你呢？”我也刚好完成。我又看了一眼时间，现在才21:29。对于2个夜猫子来说，现在的时间还很早。我问他：“现在我们该干嘛呢？”时间还很早诶，他看着我，眼神似乎变得不一样了，说：“自然是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了。”